音乐，一条短信，一次妥协，一种被人宠爱的错觉。一座城市，一个位置，红了一时，我的过去式。喜欢欣赏，讨厌崇拜，自信才是我的进行式。不怕不怕，把眼睛瞪大，像那张墙上的卡通画。哎呀哎呀，我自有办法，别再啰嗦，我来为你解答。你好，谢绝推销，我不是来推销的，也没有人买保险。我不是来卖保险的，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面试的，面试。你要面试什么？助理编辑。 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！你怎么让他进来了？不会早上9点就有人来送外卖了吧？他就这样走进来了，我哪拦得住呀？他是来面……我是来面试助理编辑的，请问负责面试的主管在哪里呀？助理编辑，你原地等会儿，我现在去核实一下。哎，看来我们要搬救兵了。 你的确是来应聘助理编辑的？啊，是啊。那你知道什么是时尚吗？穿衣打扮，明星名流。哦，还有呢？吃喝玩乐，香车美人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名牌、奢侈品，小到绯闻。哎呀，你对时尚的理解太特别了。可是，当助理编辑太委屈你了。委屈？对，委屈。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我要推荐你去面试一个更重要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我们韩上最重要的位置。走，请跟我来。走。这边。哎，乔总监，主编现在没空，我有要紧的事儿，不管他。哎。 等一下，我打给你。哎，我这里是超市嘛，为什么可以随便这样进进出出的？抱歉，主编，我是雷厉风行，在执行你的意思。作为行政总监，杂志社的人事，我总是要时刻关注的。你呢，一直缺一个私人助理，这个问题啊，困扰我很久了。这不，你看，我给你找来一个。 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条件好，悟性高，怎么样？可以面试一下吗？你在开玩笑吧 ？No，我可是很严肃的。OK， 你们先出去一下。那面试呢？等一会儿再说。OK。 周铁，在这儿等一下吧。哦。哎呦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。带钱了没有？
么钱啊？洗衣费。你就是昨天那个谁呀？那个谁呀？昨天你穿成那样，今天变了风格，我都没认出来。记得就好，我谅你也不敢赖账啊。哎，我说你来这儿面试，你不觉得你走错地方了吗？啊？哎，算了，你也没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，来掏钱，掏钱，掏钱，掏钱。多少钱啊280。280。280洗一条裙子，你还不如去抢得了。那是加维斯的，告诉你，280是我面子价，我还没算你给我弄坏那手绢呢。少废话，掏钱。少1块，哎。行了，正好，你可以走了。走。对呀，咱俩两清了，你还不走？你待这干嘛？我还等着面试呢。面试。就您这样的，哦，您看看底下人那是什么样子啊？您再看看我，您觉得这个地方会让您留下来吗？我是来面试助理的，又不是来面试模特的。像你身上这些什么真维斯还是假维斯的，谁知道啊？再说了。我根本就不相信工作是需要用外表来衡量的。您呐，最好还是相信吧啊！主编说了，待会儿忙完就见我。哦，是吗 ？I'm sorry， 主编他永远忙不完，所以他没空面试你啊。我不相信。嘿，我说你，好，你等你也不能坐这儿等啊！出去，哪儿凉快你给我哪儿待着去。方令仪。连一个来面试的你都打发不走啊？主编，他特别拧，死皮赖脸的就是不走。叫他进来。哦，是。进去。你好，我叫周田。这个，是我的简历。你真的想做我的私人助理吗？对，我很需要这份工作的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第一次见您。我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当了2年的校刊主编，还在还在北京青年上发表过一些调查报告。这个是当时他们给我的一些评价什么的。我大3的时候呢，在贵州山区做过志愿者。我给当时的那个学生啊讲过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，还有，这是当时的团市委给我的一些评价。我英语过了专业的6级，法语4级，口语蛮流利的。什么是时尚？时尚嘛啊，时尚就是
社会，对人的那个，啊！到镜子前头去，用4个字来形容你自己。哦。自信，坚定吧。连说话都在发抖，你既不自信也不坚定，而且还说谎。你过来，你把那个桌上的照相机拿过来，拍下在这个房间你认为最贵重的东西。哦。为什么拍我？您是主编嘛？我想，在这个房间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比我贵重，比如时间，比如我桌上的样书，再比如在我书柜那边的29年 Coco Chanel 纪念版，你都没有注意到。你不仅缺乏了观察力，而且还试图走捷径的方式。我不需要花钱去雇佣一个拍我马屁的人。您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就下这样的结论，是不是太早了一点？我想问您，您凭什么这么羞辱一个您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？就因为我是求职者，而您是决定能否让我坐上这个职位的人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我站在镜子面前说自信坚定的时候，那是因为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，而我拿相机拍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主编代表着一本杂志的灵魂和气质。对，我现在是不懂得什么叫时尚，可是您能保证我以后也不懂？不好意思，耽误您的时间，再见。那谁呀，朕，你被录取了。第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牢记你听到的每一个字。第二，我是首席助理，上级；你是初级助理，下级。第三，你首先为我跑腿，我不在的时候才能让你为主编跑腿。跑腿？废话，助理不跑腿跑什么？请你学会用嘴说话，因为主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根本不会看。哦，知道啦。
喂 ，Hello， Pierre， 那 what？ number friend， Air friends。快，给他接。Hello。Okay. Hold on. I will keep it. Bye. 对方说呢？对方说，皮埃尔先生是坐明天早上法国航空公司的 AF8090号航班，准确到达时间是早上5点15分，让我们去接机。他说他没有带随行人员，就一个人，但是行李很多，让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车去接。好吧，你今天可以走了。明天上班第一个任务，接机。哦，皮埃尔是什么人啊？ Oh my god！ 你这个问题最好别让主编听到了。皮尔是什么人？皮尔是全世界时尚界里最著名的经纪人之一，世界上很多大名鼎鼎的设计师都是他的人。你最好上一下百度，搜一下皮尔的资料，别明天见了人家一问三不知的。哦。 方令仪，如果你再让我听到你发出的声音，你就倒大霉了。对不起，主编。他被录用了？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是主编的亲戚熟人？ 当然不是，那他父母双亡兄弟实在，主编起了恻隐之心，动了慈善之念，绝对不是。那他真的过了主编面试的魔鬼三关吗？不可能！要是真的，咱们俩的名字倒过来写。莫名其妙，倒过来，奇妙莫名。哎，我看这倒是唯一的解释啊。主编，怎么样？我的眼光不错吧？有别的事吗？丽兹在创刊礼上突然撤掉广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主编，您的广告总监事先一点觉察都没有吗？正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广告总监了。可是他毕竟丢失了像丽兹这样的大客户。 你呢，就管好你自己该管的事，客户方面，你不需要操心的。Fork 压低价格跟我们抢广告商，主编，看来这几年你跟 Fork 的交情还真的不浅啊。我来，主编，来，我来。 慢点啊，主编。